这个男人是萨达姆的独生子，作为伊拉克顶级官二代的他，自幼无恶不作，被人称为恶魔的化身。五代深知自己恶贯满盈，树敌无数，便想为自己找个替身，于是找来长相和自己颇为相似的老王，对他承诺，只要同意当替身，就可以享受和自己一样的待遇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香车美女一应俱全。而对于眼前的这位伊拉克太子，老王是早有耳闻，无恶不作，烧杀抢掠，想要杀他的人，估计都能从伊拉克排到法国，当他的替身，那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。一番思考过后，老王果断拒绝五代。五代一看对方给脸不要，也摊牌了，直接用枪。他对老王说：“你不答应，我就杀你全家。”听到这儿，老王才意识到，在伊拉克太子面前卑微的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替身计划正式开始，第一步全身整形，整鼻骨、整下巴、整假牙。为了让老王更像自己，还让下人带着他进行全方位的培训，就连说话的表情、聊天的态度、走路的姿势，甚至打人的方式都要学的一模一样。然而老王还是不够狠，于是五代给他看了之前自己折磨他人的录像，这些超级变态的视频被五代当成自己的杰作。老王看见差点就吐了。以前都是听说五代是恶魔，如今亲眼所见才知道他比恶魔还要恶魔。晚上五代带他去夜店寻欢作乐，让他了解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。期间五代向他介绍自己的情人大花。大花拥有绝美的容颜和性感的身材，为人大胆奔放，可谓是极品尤物，把老王撩过的血脉喷张，不由得多瞅了几眼。结果被五代发现，五代把他绑在桌子上，用皮鞭猛抽，很快一条又一条血痕遍布在老王的后背。最后五代警告他，如果再有小心思就杀了你全家。事后老王在卫生间整理衣服，重拾心情，他要变成一个真正的五代，气场瞬间爆发，拿着酒瓶随意砸，见到保镖随意揍。而当手下想反抗时，他回了一句，那神态简直和五代如出一辙，手下都被吓住了，还称赞他工作努力。时间一长，就连萨达姆都把老王当成了真正的五代。临走前，他特意嘱咐老王好好给儿子卖命，五代有的你都有。几天之后，五代被要求去见科威特使团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老王带他走过场，等到最后发言时才由本人上场。但五代非常厌恶科威特人，于是敷衍了几句后就打算拍拍屁股走人。可这边刚一出酒店，一个小孩就举起 AK-47对着他狂扫，若不是小孩经验不足，再加上手下拼死阻挡，那五代估计就得命丧当场。逃过一劫的他更加痛恨科威特人，于是没过多久，伊拉克就和科威特爆发了战争，还一举夺得了科威特大半领土。这个官二代也太嚣张了，竟然在夜店里鸣枪庆祝，可偏偏无一人敢管，因为他的老爸就是臭名昭著的萨达姆。而在伊拉克，他本人就相当于当朝太子，别说只是鸣枪庆祝，就算真杀了人，也根本没人敢管。他叫五代，性格好色，总爱开着车在学校附近烈焰。这天他看中了一个女学生，大叫着要送她回家。女学生边哭边逃，但有什么用呢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是被五代强行绑上车。法律在太子眼里那就是一个屁。他的替身老王在副驾驶目睹了暴行，对此甚为厌恶。五代看了出来，却不以为然，还说全天下的女人只要他想要，就没有一个能逃走。傍晚，一具女学生的尸体被五代的手下扔到郊外。晚上家庭聚会时，五代的叔叔和他起了口角，气得五代直接掏出了纯金沙漠之鹰，对着叔叔一顿追，想要当场干死他。幸好手下及时劝架，才把他拉开。但是被羞辱的叔叔不开心了，拿着 AK-47在那桌子上一顿扫射。这下五代彻底怒了，冲上去就是一把刀，对着叔叔的双脚砍了下去。砍伤还不解气，又朝着叔叔玩命挥舞，一刀又一刀，把亲叔叔折磨致死，这完全没把人当人看呢。手下都看不下去了，知道这次事情闹大了，赶紧把他带走。女学生和叔叔的死惹怒了他的父亲萨达姆，他来到医院，看到醉晕洗胃的五代，让手下把他叫醒，先是几个耳光过去，随后拿起一把大刀就要给他实施宫刑。医生连忙阻止，说直接切会有生命危险。萨达姆这才丢下刀，说了句这边五代的皇宫中，替身老王偷偷和五代的情人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，但两人不知道这一切都被监控拍了下来。只是负责监视的老人淡定地销毁了录像带，因为他也不想再助纣为虐。如果五代发现两人的事，那他们肯定会死得很惨。不久后，老王接到任务，代替五代来到前线鼓舞士气。回程的途中，他们的车被拦截，眼尖的老王发现军车的边上露出了带血的脚，他大叫这是陷阱，拿起枪当场还击。虽然他们反应得快，可对方的火力凶猛，老王虽然侥幸逃生，不过却被打断了一截小拇指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想要维持替身，五代就必须切了自己的拇指。娇生惯养的五代哪里情愿？他勃然大怒，冲进医院威胁医生，如果治不好老王的手指，他就杀光医生全家。
这名伊拉克军官正在举行婚礼，然而他的妻子实在太过美丽，引来了乌代的觊觎。乌代是萨达姆的儿子，在伊拉克的地位等同于太子。虽然他的替身劝他不要在军人的婚礼上闹事儿，可他淫虫上脑，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最后，新娘也没有逃出魔爪，她的眼中露出满满的绝望，随即穿着婚纱从楼上跳了下去。现场陷入一片混乱，新郎悲愤欲绝，跪地痛哭。替身老王忍无可忍，他提出离开，他不想再给这个魔鬼卖命。然而乌代听完不露反喜，上前一把抱住老王，对他说 ：“I will never let you go. I will never let you go.” 这就是乌代以折磨他人取乐。这天，之前被乌代杀害的女学生的父亲找上了门来，乌代却对他说：“要怪就怪你的女儿长得漂亮。”还叫来手下给对方1000元作为支付费用。父亲气得朝他吐口水，乌代拿起枪准备解决掉他，可转念一想，又把枪交给了老王，逼他动手干掉无辜的父亲。最后，老王一怒之下用刀划开了手腕，这可把乌代吓坏了，因为替身一旦死亡，他就不能活得如此逍遥自在。几天后，老王稍稍恢复，乌代就派手下叫他回去干活。父亲劝老王别再为乌代卖命，可老王心里明白，一旦自己逃走，那一家老小都会没命。如此一来，只剩下一个选择了，那就是干掉乌代。于是他找到了之前被害新娘的丈夫，直截了当的对他说：“我要刺杀乌代，你来不来？”男人二话没说就要加入。老王很了解乌代，知道他经常去学校烈焰。这天他成功钓到一名女学生，趁着街面上人多杂乱，军官拦停了轿车。本来一说是子弹就能解决的事儿，他偏偏要多说几句，这是为我的妻子报仇。结果还没说完就死于话多，被保镖当场射杀。幸好老王冲上来补刀，眼看把枪对准了乌代的脑袋，可那名女学生却突然冲了上来，压下他的枪，几发子弹没爆头，只打到了乌代的下半身。这时保镖们也都围了上来，无法得手的老王也只好装作路人离开，从此远离伊拉克，了无音信。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名叫《恶魔的替身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乌代死后，伊拉克全民庆祝了好几天，可想而知乌代有多么可恨，估计比电影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吧。